本来我是宝格丽的大堂经理，然后现在要沦落成一个酒吧女。简直是 high tech 和 fashion 的结合。他是这样说的。You know, my major is fashion marketing. 真的吗？我靠。Of course not. My major is English. English. 等一下，先截个屏吧。你先截个屏，我先截个屏，就是记住一下这个美丽的时刻。你准备好了吗？截吧。1、2、3。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瑞巴娱乐频道。我们的组合是章鱼不回家。姐姐能整齐一点吗？能有一点默契吗？都跟你认识这么久了。Okay. 我们的组合是章鱼不回家。Wake up！ 好，你说我们的组合吗？我跟你。我们的组合是章鱼不回家，还是整齐啊？最后一遍。好的，就最后一遍整不整齐就不管了。我们的组合是章鱼不回家。我觉得还不如第一遍。剪吧。你真当你剪啊？我跟你说，第二期是你剪啊。你知道怎么剪吗？我找个电脑软件吧。因为不然的话，我可感觉第二季会很难产的。剪了1个月还没剪好，跟我妈打毛衣一样。1个月不可能。打了1年毛衣都没有穿上，然后我说妈，不用打了，然后去买吧。我是 Sharon。Hi， 我是 Jeffrey。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做一个非常非常正经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其实有思考了一段时间，会想去做什么会比较好，但又考虑到现在就是很多学生都会有面临毕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就想以一个 career。职业篇来做我们今天的 topic。 对，虽然这个篇章就离我来说还比较遥远嘛，还有2年嘛。Excuse me， 对我很老吗？这对于 Jeffrey 同学来说呢，就已经有好多年的经验了。我也才23岁而已，好吗？我爸就说看起来跟你年龄差不多。你好 rude， 你真的很 rude。 You're so rude, OK？ 我们可以从一个是我有时候那么黑，因为光线的缘故。我就不动，我就这样不动，就没看到我也不动了。现在都坐得像一尊佛。所以呢，我会从学校啊，包括实习讲起，然后 Jeffrey 呢主要会分享他的一些工作经历啊，然后我们还会分享一些像国企或者外企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当然这种东西肯定是由我来分享嘛，因为毕竟我在国企跟外企。Of course。就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就是非常年轻，像只有20多岁，但其实我已经工作有11年了。我靠！我刚刚就想说工作10几年，我后来又想会不会把你说老了？没有，这样更加体现出就是我的不老容颜。谁先讲？那 Lady First， 你先讲吧。因为毕竟你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就很快就会结束了。我是不是很命？我是很贱。我跟你讲，那就现在开始，我估计就讲10分钟，剩下20分钟你全部讲完。我们今天节目只要录16分钟，15到16分钟，可能我就讲5分钟吧。OK， 那我就讲，就是我上的大学呢是瑞士的一个酒店管理专业的大学，然后因为这个酒店管理这个专业它必须要求实习，所以我们在大学中间呢会有2段实习的时间，每次是半年，然后实习呢都是大家自己出去找工作，学校不帮我们找。好可怜。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就万一学校帮我找工作，那毕业之后学校不帮我找了，我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对，你会有一个经历会非常的 OK， 就是比没有经历的人我觉得会要好很多，就心里会有一些预设嘛。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呢，我是想找那种大酒店，因为第一个是比较符合我的专业，然后第二个也是这种大酒店一般会听过我们学校的名字，所以这样的话我会有点优势。然后而且大酒店会很 fancy 啊，我就喜欢在大酒店工作。对，很 fancy 啊，就都会有员工折扣，然后住豪华间就 upgrade 到一个 high level 的豪华间之类的。我当时选择的第一家，那你又不接我的话，好 rude， 你真的很 rude， 你知道吗？我就回归主题好吗 ？Sorry。然后呢，我是第一次申请的时候呢，我申了上海的宝格丽酒店，超豪华，超美丽。然后
申请的时候呢也比较顺利，就很快就拿到了 offer。就升国外的公司不太容易，因为我的法语也不是很好，留不在这种欧洲这种地方。然后呢，如果是升的国内的是吗？对，然后英语的国家的话，就是以我的签证，我只能去像新加坡、日本这样子最多了，就我去不了美国、英国那些，签证都过不了，工作签嘛都过不了。但新加坡也很不错啊，我就很想去新加坡哎。对啊，但是我小时候去新加坡去了好几次。好吧，我就去了一次，但我特别喜欢这个国家。再加上我其实就是刚出来那个学习半年嘛，想回家，所以我当时就想的是回国实习。再加上我听得懂上海话，所以我觉得在上海实习应该是不错的经验。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所以当时很遗憾，我也没有到那个宝格丽去实习，因为中国疫情当时很严重。然后呢，我爸妈希望我能够在瑞士这边多待几个月，等中国疫情好一点，然后再回去。然后，但是我已经毕业了，这个学校特无情了，就是学期一结束。你毕业了吗？哦，没毕，就是我那个学期毕业了。就这个学期结束好吗？这个学期 ，Come on，what's wrong with your Chinese？ 就这个学期结束了之后呢，学校很无情，就是在期末考试最后一天结束，然后星期五的早上8点就把我们从宿舍赶出去了，就是早上8点就说拜拜，然后就没有。So what is your university? What's the name of your university? The very famous hospitality university in Switzerland. So you guys can Google this. 然后之后呢，当时我在这边找不到工作嘛，因为那种大公司的工作都需要法语水平很高。然后呢，因为这是个法语区，大家都以法语来交流，基本你碰到路人都不会跟你讲英语的。我爸妈就想让我回国，因为他们非常的担心我。然后呢，促成我回国的最大的2个原因，第一个是，有一次我在收银的时候，当时瑞士没什么疫情，但是瑞士周边意大利、法国疫情都超级吓人。然后有个小孩给了我1把硬币，然后呢，在我就是算完之后，他要走的时候，他跟我讲说，我刚从意大利回来，然后吓得我当时立刻去洗手，因为我又不能戴口罩，我又没有戴口罩，我也没有手套，我立刻去洗手，除了洗手什么事都干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好像在网上就是约炮的2个炮友在 have sex 之后，另一个人告诉他 I'm sorry I had AIDS。 That's so horrible。 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就这个。所以我当时就想回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点就是老板他们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想回国，因为他们就很符合外国人的思想，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小感冒啊，就很正常啊，致死率只有2%啊，为什么你想回去呢？就是他们也不觉得这个传播什么很吓人这种之类的。所以我当时想还是回国吧。然后回国之后呢，就正常的隔离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在隔离的时候呢，就找到了我的第2份实习。然后当时呢，中国就是广州那片区域就疫情比较好一点，所以我就申请了去广州的一家酒吧工作，因为我也很想学调酒啊这种看起来很酷的东西。当然去酒吧的时候，就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就跟我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整个实习的工作啊密度啊然后难度啊都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老板脾气不太好，在我在这儿的5个月里，我成了老员工，就是整个酒吧里不管是原来的员工还是后来的新员工，来来走走11个，就离职率非常的高。离职率非常高，因为看这就是没有工作的个人跟工作人说话的不同。来了，是专业I'm professional, OK。 第2个就是我们老板要求很高，就是因为我就是作为一个实习生嘛，然后做一做外场，时不时学一下酒的备制啊这种东西，还有酒吧的备货这样子方面。然后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 top students， 然后学习成绩又那么好，然后又在国外非常有名大学学习，然后最后却成了一个酒吧女郎。她成了银座中最年轻的妈妈桑。我跟你讲，你这对酒吧有 bias，OK， 你是有 bias 的。就成了一个酒吧女郎啊。
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就是如果你大学要去找实习，如果你是来自很有名的大学，去大企业或者去大公司，因为这种小民企业或者私企，他根本没有听过你大学的名字，所以你在那不会 care 你，就没有，就是他们不会 care 你从哪里出来。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也不会 care 你的学业有多少，你对他们来说，对你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大学生廉价劳动力，就是一个廉价劳动力，对。然后就什么事都干，就是我每天都扫厕所。我洗马桶哎 ！My God！这一段是会觉得很凄凉。这个配乐是不是应该凄凉一点？但是怎么说，就是也能学到一些东西。因为第一个呢是酒吧里形形色色的人都很多，所以你差不多像在看一个小社会一样，能够了解世态炎凉，世事百态。我突然发现这个炎凉不太对，放在这儿，所以我改了一个词，就是人生百色。人生百态。我的中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人生百色。Come on, what's wrong with the Chinese？ 那怎么这样说吧，就是当时我的整个状态是这个样子的，凭着我的工资，在国内的实习生，那工资是超级低的，是3000的底薪，然后凭着我的工资，我根本租不起一个这样的房子，当时还是父母贴钱让我租了一个小公寓，一个单人公寓，20平米都不到吧，特别特别小。然后呢，当时我还是非常的开心，因为第一次去一个别的城市去工作，然后当时我还特别开心，我说能够在我们那栋房子的屋顶上看到广州塔的尖尖，好悲凉。但是我当时真的很开心。然后呢，我自己赚第一份工资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先是拿着他的底薪，然后呢，我们在那边砸碎杯子还要自己赔钱，所以到手的工资本来就没多少，就到手就已经没多少了。然后呢，我们还要吃住。当时我瘦了好多，在酒吧的时候，因为是从晚上6点钟工作到凌晨2点多，然后呢7天全部站着，就我基本都没有坐着的时候，然后我还要站着在大厅里到处走，因为我给客人送水啊，端茶送水啊，就这样过得浑浑噩噩，觉得自己喜欢的事情什么都做不了，就是实习，就是工作。来想到我的宝格丽酒店泡汤，我要去那种酒吧工作，成为一个本来我是宝格丽的大堂经理，然后现在要沦落成一个酒吧里面。但是还是有几点好处。然后现在 Sharon 要开始上价值了，跟大家，所以大家要拿小上价值。对，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价值，能学习的时候尽量学习，比工作不仅舒服好多，压力小很多，而且你根本不用接触到一些事和一些人，就非常的好。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事情，跟一些你不想接触到的人，因为这个社会太复杂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酒的知识啊，关于威士忌的知识啊，包括关于酒吧经营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说也非常好。如果我以后想有一个自己的小产业的话，我也可以好好经营。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我还学到了很多售卖的技巧，因为后面整个酒吧里也没几个服务生了。然后呢，然后你是资格最老的，你是学姐。所以当时我就去卖酒，就是因为我发现你对酒掌握的知识越多，然后呢说的越好，说的越熟练，所以当时我就卖出了很多酒。我们卖酒是有提成的，所以我成功把我3000的底薪在最后1个月提到了5000，还是不错的，还是很开心的。1倍的价格，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说的很好嘛，就是大公司跟小公司的区别。然后人们在大公司里面就是要学会做人。因为它里面会有非常多的那个非常复杂的 structure， 然后有很多的部门，然后很多的派系，所以大公司学会做人，那么在小公司就学会做事。踏踏实实做事。对，就掌握技能吧，就是成为自己今后的一个跳板。对，价值上好高。说的好好啊，果然是工作了10几年的人说出来的话呢。你就是不用把10几年再重复一遍好吗？然后我当时是以第1名的成绩就是录取了，因为我真的很会考试，就直接把票甩给他，然后我就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跟领导发脾气，但是因为他做的太过分了。你的工作呢，如果做不好呢，我是可以随时让另外的一个人来代替你的工作。唯一可以把我换走的人是管理处的领导，
连我的 line manager 都不是能够把我随意换走的。OK， 你要明白这一点。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敢任何在我的面前或者在我的背后做任何对我不敬的事情。